拿！兄弟们，反击！快开！连长，100多位，来得正好，给我狠狠的打！同志，快！同志，快冒进！再来一块，小人，腿上还有，来捂着。还有这，坚持住啊，同志！同志，坚持住！同志，周老师，树上还有一块，拿毛巾。周老师，愣着干什么？同志！这是什么哥？我以班长的身份命令你掩护我！奥利！你坚持一下！我打！快点！喊什么喊？老子没死呢，阎王爷不收啊！快速拿到战场，抽进步炮。是，动作要快。过来。是，动作要快，快。戦況はどうだ？攻め込んだ後消えた。彼らは暴行を理由して全てはアンカルクで1階の攻撃を打ち返され未だに取れなかった。役立たず。はい。俺はここまで来て戦に負けることはない。お前は敗れた銃を持った道八郎に負けるとは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やる。必ず村を落とせ。さもなければ織田君、手に持っている刀を使って天皇へ謝罪しに行け。はい。反撃！没有子弹了！连长！
没弹了！没弹了！上刺刀！同志们，绝对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3连的头上踏过去！杀！杀！杀！小冉，走，他危险了，走。我眼镜呢？这儿，是那个脸的啊，同志，我们是战地记者，我们来前线进行采访。我们俩，哎，同志，上级指示我们，以3营扼守的这个村为要点，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施反包围。3营到现在还没联系上，再这么耽误下去，肯定会错过战机。3营到底什么情况？3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再这么拖下去，口袋可就扎不紧了。继续跟3营联系。是，快联系3营。不能再等了，派7连从这里穿插过去，跟3营取得联系。是。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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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有没有护士啊？同志，军长同志，建设同志，我在呢。记者同志，帮个忙。连长，这是我弟弟，叫张卫国，他现在也在军队，我不知道在哪个部队。你们要碰到他，就告诉他，我娘也被鬼子给炸死了。同志，张排长，张排长，张排长，老张，你好好的下去睡个安稳觉，给下面的兄弟们带个好。鬼子一上咱们营，那是他们倒霉。他们来10个，我就砍他们10个脑袋；来100个，我就砍他们100个。你们英勇抵抗，我备受震撼，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们班的同志都被打没了，死了那么多同志，都救不过来。尸骨家都回不了。我昨天刚满17岁，我有4个姐姐，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鬼子大扫荡，抄了我的家，是我3姐包藏到地窖里。我自己毁了一条命，我好想他们。
我想俺爹，想俺娘，想俺姐。我三姐本来年关准备结婚的，都知你有对象了。算有吧。他和你一样，是个勇敢的战士。战士，我要记录下这些事迹，传递给我们的同胞。你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咱们打鬼子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没错。再说，我们不斗争，咱们的后代怎么办？是。日本人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咱们中国人绝对不能屈服，必须团结在一起。只要咱们万众一心，就一定能把小日本打回老家去，日寇不灭，生不还乡。日寇不灭，生不还乡。打倒小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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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小日本。中华有你们，中国不会亡。不要深呼吸，用毛巾堵住口鼻。是毒鸡蛋，毒鸡蛋，抽水源，抽水源，没水了。王连长，王连长，王连长，鬼子在村东头放毒鸡蛋了，很快就能扬起到这儿，我们赶紧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疯子，大壮，有，转移伤员。是。其他能动的，抄家伙去支援营长。是。日本人也太没有人性了吧！这放毒鸡蛋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呀！小人，先帮忙，来。来，我来，队长，走。队长，快点，注意小事。没事吧？快，走！稳紧，稳紧。住啊！快点！鬼子上来了！快！
诉你！周老师，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啊？我回来拿相机。你没事吧？拿好东西，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快，这里。跟营长汇报，敌人已经穿插进村。营长，敌人已顺利进退。好，这回总算可以扎进口袋了。通知全体战士出击！是兄弟部队，小鬼子也尝尝包饺子的滋味！撤啊！撤啊！所有的兄弟们，给我杀！在浓烟遮天蔽日的战场上，八路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身影，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令人动容的景象。他们不仅是保家卫国的勇士，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体现。每一次的枪声，每一滴血的洒落，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勇气和牺牲的故事。这种力量让我明白，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畏艰难、英勇奋战的人们，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愈发坚强。他们的名字可能会随风消逝，但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会被人民永远铭记。正是这些英雄的存在，构筑了中华民族永不粉碎的精神脊梁。沧州河间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八路军顽强地对抗日寇，毫不畏惧日寇的毒气弹，并在激烈的战斗中救出被困的村民。战士们虽然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笃定和骄傲。这一切都注定了我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真是一篇好文章，这将极大地鼓舞我们的士气。多少人无家可归，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小鬼子居然还使用毒气弹，这种丧尽天良的恶行，天理难容。为了我们的英雄，也为了我们无辜的同胞，杜鹃，马上排版。必须在明天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小鬼子的恶行，知道真相。好。卖报！救亡日报重大新闻：沧州河间反扫荡胜利。救亡日报重大新闻：沧州河间反扫荡胜利。卖报！救亡日报重大新闻：沧州河间反扫荡胜利。卖报！救亡日报重大新闻：沧州河间反扫荡胜利。救亡日报重大新闻。我们八路军在晋察冀和陕甘宁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牵扯了大量日军主力，也间接策应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呼应，胜利的天平正在向我们倾斜。
我最惊奇的是，抗日战争的走向正向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逻辑和方向在发展。毛主席真是先知先觉啊！毛主席精通古今历史，找出了事物的客观发展方向，又推论出中日战争的走向。现在重庆唯一一个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入的防空洞，就是我们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修的防空洞。周副主席说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修的防空洞永远向人民敞开。还有一件事我要传达，不过这件事情只限我们几个人知道，绝不可外传。放心吧，我们都知道党的保密纪律。国民党出现了一股逆流，很可能把国民党的政策从对外反抗变成对内反攻。这是要回到27年了吗？再来一次4.12惨案？我们可是有4万万同胞的泱泱大国，被一个倭寇的岛国侵占了大半的领土，主权被践踏，民众被蹂躏。这个时候，谁做了亲者痛、仇者快、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那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国民党再敢调转枪口，我们必须号召全国的文化人发动一场全国性的示威游行。他老蒋和国民党抛弃人民，人民也最终会抛弃他们。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国民党永远不懂。你们的情绪我理解，但是周副主席让我传达给诸位，党中央对这件事情的审时度势。党中央认为，这股逆流不会很快的退潮，而且会朝着背离民族利益的方向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足够的耐心，永远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以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解放民族事业为前提。至于这股逆流嘛，从政治上，我们要坚决抵抗；但是，从军事上，我们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新四军在江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还要进一步巩固晋察冀、陕甘宁的抗日根据地，以及保存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好，就像安同志所说，接下来我们要把工作的重点尽量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没错，无论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我们都要坚决遵守国共合作的宣言。不过有件事情还是对我们有利的。你说，日本人推行了同计划，至今没什么进展，现在又转向去扶持汪精卫政府上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好啊，那我们就尽量多争取国民党的左派，这样我们在桂林这个地方还是有所作为的。没错，周副主席说，让你们一定要争取桂林这一块国统区，进一步开展文化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让国民党的左派
和中间派坚决抗战，不动摇。是的，坚决抗战，不动摇。你们看，这么壮美秀丽的大好河山，要是被倭寇占了，我中华儿女绝不答应。你谁啊？就这么往里面闯？李伦，连我都不认识了。任姐姐呀？哎呀，变化这么大呀，我哪能认出来？我真的变了？变了，变化可大了。那是变好看了吗？那得看谁的眼光了。要是那些少爷公子们啊，肯定说你长得不像个大家闺秀了。要我看呢，任姐姐是要变成花木兰了。你这个称呼我喜欢，谢谢你。哎，首长呢？楼上呢。那我上去了。好。报告。请进。报告首长，八路军战士任颂宁向您报道。小任，这么快就回来了？啊，我走的时候是您做的安排，回来之后我第一个就向您报道来了。回来就好，回来我就放心了。你有什么担心啊？人是我安排走的，你要是不回来，你们总编找我要人，我怎么办？这回我们夏总编可是赚大了。什么意思？您看我这一箱，这一箱可不是我的衣备行李，可全是我的稿子呀。这次咱们救亡日报呢，要把在晋察冀、陕甘宁这八路军打的一个个胜仗都报道出去，一定会提高国统局军民的抗战信心的。哦，那我向您报道完了，那我就回报社了。小任，你先等会儿。刘树，到。你去把我儿子也叫来。李伦来了，处长叫你。刘树，等一会儿你去一趟《救亡日报》，把能叫来的人全叫来，我要在这儿开一个联合会议。是。你呀，等一会儿把楼上会议室的椅子全都搬到院子里去，我要开一个大会，会议室坐不下。就我一个人？你有权找别人。是，首长。给。谢谢首长。怎么去了趟延安，回来开始叫我首长了？我在那儿见了太多首长了，况且您本来就是首长呀，您怎么不让我回救亡日报呀？你看看你这身衣服，这就是一个八路军女战士。从现在开始啊，你就留在我们办事处吧，让你们夏总编心疼去吧。你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吗？处长就让我通知大家开个联合会议，具体什么情况他没说，我也不方便问。来，所有人注意了，我们现在马上去桂西路138号开会。重庆方面可能出大事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是，走吧，大家快走，快走，走吧，开会。快走，快走，同志们，快快！大家随便坐啊，请坐。来吧，大家坐吧。连兄，柯农，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会，先坐。啊，不是你讲，也不是我讲，是我们从延安请回来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大家掌声欢迎。小任，你回来了！你也不提前说一声，这太意外了。你这个大特工，这惊喜也不事先跟我们说一声。欢迎回来。回来就好。你好，小莲。谢谢大家，夏叔，各位同仁，我回来了。小任不仅去了延安，还去了前线，还了解到我们八路军跟新四军在前线战斗中的故事。大家坐。
希望。这是我从延安回来带回来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这2个字：希望。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甚至看到了我们重回岁月静好的希望。哎，刘副主任，您这是准备回家呀？约了个朋友，有件事儿和您说。就上次，白长官回来看话剧，你记得吧？那天晚上咱们不是和白长官还有同事们参加了答谢晚宴吗？那可不只是吃饭喝酒，我是去聆听白长官的谆谆教诲了。白长官那天对我都有看法了，不是说了吗？我不重视桂林的文化。正因为白长官对您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留给您。刚才我在黄主席那儿特意多说了一嘴，这可能对你来说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啊？咱们桂林啊，正在筹备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我怎么不知道呢？哦，白长官那天放话了，你也听见了。广西文化界的事，以后都要由我们政治部出面主持大局。要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我政治部一无所知，这明摆着是对白长官的话置若罔闻。最起码，省政府应该和我们通过气，对吧？这事儿他们没和你提过呀？没有。哎呀，看来这个建议我提到点子上了。我刚才特意说，应该把刘副主任列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候选人名单中。这白长官回来以后，也不能责怪您不关心这广西的文化了，是不是？好事，我多问一句，哎，这个协会是共产党主管吗？白长官不是说过吗？国共两党合作，乃是委员长最英明的决策。咱们下面的人做事呢，也不用担心跟共党一起共事。再者说了，这个文艺界抗敌协会呢，绝大多数都是民主人士，有个别像夏衍先生这样的，也是以文化界先锋的身份这么参与其中的。这个事儿啊，跟共党扯不上一点关系。那我放心了，谢秘书，不胜感激。哎，不要谢我，要谢应该谢白长官，咱们应该感谢他的栽培，让咱们可以为兴营、为党国多做点实事。承蒙白长官关照，都要感谢。看来以后军政之外的事务，我要多介入，多参加，这样白长官会满意的。今天我还有约，改天专程请谢秘书吃饭，表表谢意。咱们不用客气，快请，回见，一切顺利。夏叔，这是我新写的篇稿子。好，你先放着吧。我正在给你写一篇编者案，你的这篇镇定日记非常生动形象，我想把它们全发表出去。好，谢谢夏叔。克农，处长，你怎么来了？我要跟你们总编商量点事。哦，那你们聊，我先走。好，来吧，坐。我也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的判断。你的意思是说，小人带回来这些稿件，全部都当成废纸？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我们舆论阵地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为什么这些来自于陕甘宁晋察冀延安的真实报道不能发表呢？不是不能发表，是要适当。那什么叫做适当？比如，每一期我们只发1篇，而且不是头版。为什么？我已经给他写了一篇编者案了，我正准备大张旗鼓。听我说，小人写的这篇文章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内部都是看过的。但是桂林是一个情况特殊的国统区，现在桂系跟老蒋之间又存在微妙的博弈。这个时候，我们大肆的宣传延安，宣传新四军、八路军，中心高层难免会有想法。这样一来，无论是对文化抗战，还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我刚刚还以为你是怕惹事端，其实你这么做是更有大局观。好吧，我赞同你的这个做法。而且这些稿件
可以通过书刊的形式发表出去。你别忘了，我们那些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版社也是需要内容的。多亏你提醒及时啊，要不然我们真是好心办坏事了。叔叔，买花吗？谢谢。叔叔买花吗？叔叔买花吗？谢谢。谢谢。叔叔把这朵花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叔叔。叔叔要不要帮叔叔买花吗？叔要放纸吗？长官，您里边请。别好了。哎，黄老板。我是走错房间了吗？先生，您没走错房间。汉曹老弟，多日不见，别来无恙。温州兄，多少年了？快坐。你这个人啊，真是鬼！这么多年，你就跟条鲶鱼一样，趴在水底下一直不冒泡。怎么这次从桂林浮出水面了？哎呀，老弟呀，你把我比作鲶鱼，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变相的在夸我呀。比有些人把我比作搅屎棍好听多喽。那这次突然来桂林，是要搅什么浑水啊？哎，我可不是突然来桂林的，我已经来了有些时候了。为什么才找我？你我同门师兄弟，有些事情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心照不宣就好了。看来你是带着身份来的，还揣了一把尚方宝剑。哎，上峰给我的指令，用耳朵听，用眼睛看，就是不许有动作。你不成我了吗？这，此话怎讲？哎呀，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民国18年，桂系和蒋委员长的中央军大动干戈的打了3个月，桂系被彻底征服了。可是萎缩东西，李宗仁和白崇禧尚存思念。就这样，陈果副部长就把我安插进了桂系。可去年再也没有给我发过任何的指令，好像没我这个人一样。幸好啊，我在桂系混得还不错，一个政治部副主任，不高不低，也正合身。哎呀，汉曹老弟呀，这多年不见，你是牢骚满腹啊！这是实话。你是党国的精英，党国怎么能把你忘了呢？你现在不在桂系安全的潜伏下来了吗？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我来找你了。我还跟你说啊，我来桂林之前，上峰特别交代，不到万不得已，不让我来找你。那你是遇到什么万不得已的事儿了？哎呀，有事儿，真的有事儿。说吧。汉曹老弟，你对当前这个桂林这个所谓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有何观瞻啊？文化按道理是归我们政治部管，但是广西有点不一样，都归省主席管。是有些事儿我看着做的不够妥当，但是没办法呀，裁决权在人家那儿。我听出来了，汉曹老弟啊，你对这场文化抗战运动也是有所保留的。现在是国共合作，但有前车之鉴。有句话叫“1、2不过3”，况且委员长不会永远的跟共产党绑在一起。这个文化抗战活动唯一的好处，就是给共产党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担心啊，我怕共产党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东山再起呀。老弟，你刚才说的这个1、2不过3是什么意思？你说呢？应该你告诉我吧。啊，哎，汉曹老弟啊，我今天这泡茶可是我私藏多年的老茶，入口绵滑，唇齿留香。
你好好品品来。别打岔，你这个人啊，一肚子鬼心眼儿。老弟，当初你是带着使命来桂林的，你对广西、对桂林怎么看呢？哪方面呀？谁呀？李宗仁、白崇禧，还是黄旭初？哎，咱俩兄弟之间，你随便聊，随便说说。民国18年那场仗之后，这些大佬算被打服了，也接受了招安。但有一点，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人，家乡观念太重，明里不干，暗里还是有小动作。哎，什么小动作？就是现在把全国各地的文化界、文艺界的名人都招到了广西，起了一个隐蔽性很强的名头，叫广西建设研究会，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这没什么，都是些文人嘛，他们就是想提高广西在全国的分量。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军事上没有丝毫的越矩之举。老弟，你在桂林地方的工作是相当的有成效啊。可是桂林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如果没有桂系在背后撑腰，共产党是搞不起来的。哎，你看前一段时间这桩桩件件的事情，你以为那都是老百姓自发的吗？我告诉你，这都是共产党掀起的风浪。前两天白崇禧长官回来，我给他提这个信儿了，他还数了我一顿，说国共合作抗日是委员长的英明决策。桂林是有中共组织，但是没干什么出格的事。这个桂系的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明白呀，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他要明白了还这么干，难道会重演一次民国16年的4.12吗？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1.2不过3，不是这个意思？你不也说英雄所见略同吗？哎呀，汉草老弟，你行，你行。哎，喝茶。在我们大和民族沦为一部战争机器之前，日军比部队的中野伟平和我都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我就知道比部队是军方机构，他们是受日本军国主义驱使，是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舆论工具。短时间内，比部队根据日本政治需要，炮制出大量粉饰军国主义的文化产品，影响了全日本国民的思想，使日本国越来越陷入全民疯狂之中。被军国主义政治谎言洗了脑的民众，笃信大日本帝国军人在远东英勇作战是为了拯救那里的人民，而且大日本帝国皇军所向披靡，整个东亚即将成为我大日本帝国的属地。于是母亲把儿子送上战场，妻子为丈夫配上战刀，丈夫战死，母亲把儿女送去从军。儿子玉碎，母亲毫不犹豫把儿媳送去充当慰安女。这一切都是他们相信了由军国主义炮制，再由比部队大肆渲染的战争谎言。当我看清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深陷于战争的狂热，无论父母亲女都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作为一名作家，我的良知却越来越清醒。我选择了逃离日本，和被害国人民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作为一名反战作家的灵魂，才能得到自我的救赎。
沈经理，这个梅啊，你怎么深更半夜跑这儿来了？我呀，刚把一份稿件翻译成日本的，因为是中日双语的，我怕你们排版时间太紧，就连夜给你们送过来。哎呀，那也不用您亲自送过来，找个年轻人送来就可以。关键是没人懂日文呢。那你交给我。哎，你去把排版师傅叫过来，我跟他再好好对一对。对了，明天一早还有份稿件送过来，也是中日双语的。这次你们可能比较辛苦了，不过是4、5家出版单位同时出版的，你们排一次版能有好几分收益，也是划算的，是吧？总之，机器千万都不能停下来。没问题，保证按时交付。好。你还记得我们准备成立抗敌协会分会的时候，在徐悲鸿大师家开过一个碰头会吗？那不是碰头会，那是第一次的筹备会。对，筹备会。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耽误了。现在桂林的文化名人越聚越多，我觉得我们要把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桂林分会赶紧成立起来，鲁司令的队伍一定要壮大起来。你我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时候成立这个桂林分会，真是水到渠成啊！你觉得让谁出面比较好？给你2个人选，李任仁、李文昭。好，那我亲自去请2老。李文昭、吴义之，这几个主要的都不是中共党员呀。这里面我只知道一个人，夏衍。这个人是中共党员，其他的这些人都是，他们还把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刘汉曹给放进去了。谢秘书有政治头脑啊，把这个刘汉曹放进去，上下左右就平衡了。是，就这么着吧。严兄，你看看这名单，得偿所愿啊！这事儿你真是办得妥妥帖帖的。哎，对了，我想在成立大会上，让黄主席发表一个演讲吧。这件事情，我看还是让李任仁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既要纵观大局，也不能手插得太深。小花，任姐姐，任姐姐，小花，姐姐还以为你们走了呢。我们大家都在等你呢。任姐姐，任姐姐，好想你。我也想你们，所以我来给你们送行了。任姐姐，你这么一哭，我们大家都想哭了。姐姐没有哭，只是想到在桂林这段时间，你们做了那么多，姐姐很感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任姐姐，我们昨晚接到的通知，让我们去外地宣传演出，不过我们还会回来的。好，那姐姐在桂林等着你们，像英雄一样凯旋。姐姐放心，我们一定会来的。好，姐姐相信你们，也在这儿等着你们。任老师，孩子们都舍不得你，特意过来啊，给你道个别。哦，那姐姐给你们拍张照片好不好？好。来，孩子们排队站好了。来，好，来，站好，都看我这边。分2排，好，过来，站好。1、2、3。
你好，我想问一下，夏总编在吗？对不起，我们夏总编不在，请问您是？啊，我是周立波呀。周老师，你可终于来了。小人，终于等到您了。小人，小人，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是呀，我可太幸运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能和老师一起工作了。哎，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这里工作的呀？我们总编呀，昨天晚上就交代我了，说您今天过来报道，特意让我留在这儿等您。哦，感谢夏总编。你看，你跟我是一条战壕里面待过的人，现在我们不仅是战友，又可以是同事了。您呀，永远都是我的老师。哎，太客气了。周老师，您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延安，您问过我一句话，可让我头都抬不起来了。在延安，我问过你话。我问过你什么话？我不记得了。就是我说要跟您一起去前线，您问我，你是党员吗？那今天我还想再问你一句，任素宁同志，你是党员吗？那我也想问老师，您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当然愿意。谢谢老师。哎呦，快别站在这儿了，我带您去住的地方吧。哎，这边请。好，你带路。这边。哎，好。这桂林遭到过几次日寇的轰炸，条件艰苦。您看，您住那边床可以吗？哎，可以可以。哎，小人，我问一下，这张床住的是谁呀？哦，您暂时和艾吴先生住在一起。艾吴也是小说家，艾吴。哎，艾吴兄，他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您认识他？哎呦，说起来，我跟他缘分真是不浅呀。我跟他一起，当年在上海差不多时间从事的文艺创作，然后先后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现在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他和我们夏总编、周记者、林编辑在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呢。再给您透露一个消息，艾吴老师的家被炸毁了，暂住在这儿。这2天你们就能探讨文艺了。那行，您先收拾着，我去给您打壶热水。哎，好，谢谢小人。下面我宣布，大会开始。今天的大会有2项议程：第一项，发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向全体会员的宣言；第2项，选举桂林分会理事会理事及候补理事。下面我们进行第一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著名作家王鲁彦致桂林分会全体会员的宣言，掌声欢迎！各位会员，当下正值国破家亡之际，全国全民族同胞，除了甘心为敌、出卖国家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文艺界的各位同仁啊，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要像前线的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拿起我们的笔，发动群众，捍卫主权，粉碎敌寇，争取胜利。下面我来宣读成立文协桂林分会的目的和任务，为求抗战文艺运动的广泛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加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的更好协作，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更加密切，于兹日成立文协会，明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联合全桂文艺界同仁，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发出我们共同的吼声，为民族存亡
献出我们应有的一份力量。经全体代表投票，王鲁彦、欧阳于倩、夏衍、胡玉芝等25名理事候选人及冯培兰、秦牧、林焕平等15位候补理事全部当选。理事会集体讨论，一致推荐著名作家王鲁彦为文协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先生，你好像走错房间了。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好，我不跟你争辩啊，我找人来告诉你，这到底是谁的房间？有人吗？工作人员？哎，苏宁姑娘，怎么了？你来的正好啊。我这房间怎么多个人呢？他还说这是他的房间。哦，是我领过来的。你带过来的？啊。他谁呀？我也不认识啊。你不认识，你把他带进来，你这不是胡闹吗？可这位老师说他认识您。瘦得像个竹竿似的，我不认识他。谁带来的？谁带出去？哎，吴兄，说我瘦得像竹竿一样，太过分了啊！周立波，我的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呀？你是我大哥。来得好。哎，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欠我一顿酒。哎，什么意思？我刚刚到这里来，你就要敲我竹杠啊？让苏宁姑娘作证。咱们呢，刚刚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我还推荐了你。你让苏宁姑娘说，这顿酒你该不该请？该请，我请。坐，来。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好叙叙旧，我就先出去了。好，谢谢。快走，快走。哎，贤弟啊，来得好。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去了外地，咱还不一定哪年能见呢。而且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啊，非常的热烈，咱的笔杆子在这儿，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哎，武兄，话说起来啊，你跟我就应该走到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呀，荣辱与共。没错，咱们还是在上海先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呢。哎，这有什么？还有更值得骄傲的事情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在上海参加工人罢工运动，进过提篮桥监狱。相比于吴兄，我在国内蹲了几年班房，哎，不值得一提。这个呀，我还真就不跟你谦虚。哎，我呢在缅甸蹲过几天监狱，没想到回国之后，我又被国民党特务抓进了江苏第3监狱。哎，你看，还有鲁迅先生当时联合了很多人士，一起为你发声啊。没错，鲁迅先生还自掏腰包拿了50块大洋，请了史良律师为我打官司。哎，在这种情况下，他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把我放出监狱。我告诉你啊，否则的话，我真就把他的牢底做出来。还得是你呀！别说了，快跟我走。哎，去哪里啊？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快快！哎，武兄，刚刚来你就神神秘秘的。卖报！来，立波，以水代酒，欢迎你来桂林。先喝一口。来。哎，武兄，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吧？哎，还好。来，今天来啊，是专门为你介绍位同事。哦，这位是周立波先生。哦，立波兄的大名如雷贯耳啊！幸会。立波，这位就是我跟你提的，咱们文协桂林分会新任常务理事王鲁彦先生。久违鲁彦兄，今日得见，
深感荣幸。不敢当，不敢当。你们2位刚见面啊，就这么互相吹捧，不合适吧？快坐，快坐，快坐，坐。哎呀，哎，我说鲁彦兄，你家就住在隔壁那条街上，也不请我们去家里坐，不合适啊。我们家呀是这样，正准备换一个住处，所以现在呢，家里面呢，行了啊，家徒四壁，怕没面子。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可都是文协会的人，他还是拿咱们当外人呢。哎，武兄，你就不要再让我难堪了。哎，你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说吧，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好，说正事儿。鲁彦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因为鲁迅先生才走上文学这条路的。当然了，怎么了？那我问你啊，10月19日是什么日子？哎，武兄，咱们真的想到一起去了。先生逝世3周年，我一直想以文协桂林分会的名义为鲁迅先生举行一个盛大的活动。太好了！哎，鲁彦兄，你是咱们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我不能越过你去找李克农和夏衍他们。原来你拉着我来找鲁元兄是为这个事，看来我们都想到正点上了。哎，那太好了。那这样，那咱们吃完饭，咱们马上去落实，好不好？好。老板，3碗粉，谢谢。来，先喝水，先喝水。很好，我完全赞同文协桂林分会的这个动议。鲁迅先生是我们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我们要把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办成桂林文化抗战新的阵地，同时我们要便邀各方来世，通过这个活动作为契机，重新吹响全民抗战的集结号。好，我是这样想的啊，咱们桂林文协分会呢，毕竟才刚刚成立，还不具备比较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号召力。我是想，夏言兄能不能亲自领导一个专门为这次活动而设的组委会，这样号召力会更大。这一点不用担心，我觉得鲁迅先生在中国的文化界具有足够的号召力。俞伯勋说得好，但是我建议，我们救亡日报针对这次活动发一个号外，把活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发出去。我相信各方人士看到这个通知，一定会来踊跃参加的。这个提议好。夏总编，这件事儿就让我跟立波去落实吧。好，鲁彦兄，这个活动的主持你是当仁不让啊。好的，没有问题，我来主持。卖报，号外！10月19日，桂林隆重举行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活动，诚请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卖报，救亡日报！卖报，救亡日报！10月19日，桂林隆重举行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活动，诚请各界人士踊跃参加。这是我们木刻协会看到贵报的号外通知后，几位画家连续几个昼夜共同创作出的一幅作品。我们知道会场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事先来做了勘测工作，最终决定了这幅木刻版画的尺寸。毕竟，这是要放在主席台上的。感谢，辛苦，快入座。哦，兄，感谢，委员兄，感谢。漫画家抗敌协会赶制了一批抗战漫画，给咱们活动增添一些氛围。啊，这创作很生动嘛，还用上了大白话。如果国家亡了，就要过着这种牛马的生活，这老百姓一目了然嘛，很有点鲁迅先生对生活的入木三分啊。快入座。您忙啊，感谢。委员兄，感谢。巴金兄，辛苦了。感谢，快入座啊！哎呀，感谢，感谢，哎，我兄，快入座，感谢。诸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聚集一堂，以纪念鲁迅先生，一位伟大的作家，左翼联盟的旗帜。他为民族的灵魂呐喊，他是我们民族魂的化身。请允许我借用郁达夫先生的话：一个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
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鲁迅先生，就是那位值得我们永远拥护和崇仰的伟大人物。在国土遭侵、民族遭受蹂躏之际，我们更应该继承鲁迅先生的不朽精神，与帝国主义和内奸斗争到底。鲁迅先生的精神因其根植人心，将永不泯灭。痛斥黑暗社会的文章，并非是他的全部，他也有令人无限遐想的文字。在这里，我想为诸位朗诵一段。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周围的软软的泥墙根带就有无限趣味。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有时甜多，还有弯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那么多的针砭党国的诗词和文章，他们都没有背诵。他们为什么没有背诵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那首七律诗呢？他们如果千人齐诵《城头变换大王旗》这首七律诗，就算是让我抓着把柄了。伪作明察，不是卑职无能，而是他们这伙人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啊！金山同志，我记得你第一次来找我还是在武汉的珞珈山，你还记得吧？记得。这一晃就1年多了。哦，坐这儿吧。哦，谢谢，请坐。我正是去年3月，在珞珈山听了您的指示，才开始组织创作和排演抗战话剧的。啊，这不是什么指示啊，这是一名有良心的艺术家在民族存亡之际的敏锐性和责任感啊。当然，也是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烈士使命感。我听说，在第5战区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以后，你就主动去拜访了李宗仁司令，去了解战役的情况和搜集创作素材，这很好啊。首长，我这次来见您啊，就是要向您汇报话剧《台儿庄之战》演出的盛况。哈，你们的盛况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这无疑是一部大长民族之气的好戏，受到广大民众和军人的欢迎也是必然的。哎，你还是说一说，需要我帮助你们解决什么困难吧？哦，没有什么困难，
不过我这次来确实是带着我们中国救亡剧团全体同志的一个心愿来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哦，那你说一说。我们这个心愿呀，就是希望把这部话剧《台儿庄之战》一直演下去。首长，来，喝水。谢谢首长。金山同志，这部话剧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支不支持？他支持。我们在多个地方巡演了几场，效果特别好。李宗仁司令长官还鼓励我们去全国的国统区去巡演，可我们救亡剧团更希望早日去延安。你们想过没有，台儿庄战役是贵区的军队参战的抗战大捷，你们的演出不去第5战区李宗仁的家乡巡演，这说得过去吗？您这么一说，我们真应该先去广西巡演一轮。好，坐下说。金山同志，不仅去广西，你们还要把抗战的火种播撒到南洋去，让广大的爱国华侨们坚信，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好，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先去桂林，然后经香港、下越南、走马来，一直巡演到新加坡去。好啊，你们的第1站桂林，我让李克农同志配合你们。哎，李克农是你的老上级、老朋友了吧？对，对。站着别动！不动。你是干什么的？我来找人。你找谁？我呀，我找你的爸爸，长这么高了。金山同志，哎呦，克农同志，终于等到你了，好久不见，快去读书去吧。好。克农同志，当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下的上海，我可是你的老部下呀。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什么叫老部下？那叫老战友。对对对，老战友。当年我拍电影、演话剧，只是作为一个身份的象征。现在我继续话剧的创作演出，却成为一种民族使命了。这次啊，在桂林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如果你们想去南洋演出，我们也可以找一些海外华侨的组织，给你们提供各种方便。但是这次演出，确实是必须要得到广西军政府的支持，我们办事处不太方便露面。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恩来同志不是说让我利用好桂系长官李宗仁先生的这块大招牌吗？到时候我就扛着这块牌子，直接走进他的桂林行营去报个到，想必一定要风有风，求雨得雨。对对对，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对，这我都不知道啊。好，好，好，我马上过去。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啊？你这肩膀上扛的是夜壶吗？谢秘书是谁？他打电话你都不告诉我。对不起，刘副主任，当时谢秘书给你打电话，你刚出去，他电话里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了。等你回来，我把这事给忘了。忘是理由吗？猪脑子！只要在战时因为你忘了电话，前线会死人的，我可以枪毙你。是。党国怎么养了你这样一群混吃等死的人？给我去警卫队站岗去，通宵站。是。请进。金秘书。对，刘副主任。你之前打电话找我，这个混蛋忘告诉我了，没耽误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咱们坐下呀，慢慢聊。
我已经让人把他带到黄主席那儿了。谁呀？还要去见黄主席？一个大明星，也是一个导演，叫金山，他们要来桂林啊演出一部话剧。啊，我知道这个人。一个导演，我不见也罢吧。我本来啊是想让你带着他一起去见见黄主席，这样对你来说不也是个机会吗？叶秘书，你这人话里有话呀。现在在桂林旅居的大导演、名导演这么多，这个导演什么来路？在我看来呀，这个导演本人倒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来这演这个话剧，还是有点分量的。什么戏？是德公亲自指挥的台儿庄之战，而且他还怀揣着德公的口谕，不光是要来桂林演出，将来还要下南洋去做巡演。这么一部话剧倒是不算什么，可是他怀揣德公的口谕，这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有德公的口谕啊？那谢秘书，你帮兄弟弥补一下。我现在是算大半个文化人，也是行营政治部副主任。这件事是德公交代的，我们责无旁贷啊。你喊我来，一定是有办法。你呀，别急，我想想。这样，我待会儿呢给黄主席打个电话，就说是白长官的指示，希望行营政治部来安排此次的演出。好，我估计黄主席巴不得有人替他张罗这个事儿呢，这样你不可以名正言顺地安排此次演出了吗？好，叶秘书，那我欠你个人情。哎，事不宜迟，要把皇上菜都凉了。这个德公要是怪罪下来，但对不起。不用急，不用急，我想想怎么说哈。夏总编，哎，杜鹃，有话好好说。哎，我这能好好说吗？不是，你们这怎么了？哎呀，周记者，我不是来找夏总编吵架的，我是为了这个。夏总编，您看看这篇文章。这是扫荡报的副刊，2天前的报纸了。您看看他这篇文章所主张的观点，根本就名不副其实。他居然提出一个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我看呢，他就是冲着桂林文化抗战运动来的。这个人他借题发挥，对抗战文化范畴内的所有文艺作品做出全盘否定。我看他的观点就跟当下的投降主义思潮一唱一和。逆流，这简直是一股逆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的新闻、教育、文化界必须做出回应。说得好。哎，克农，既然大家都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了，我就长话短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在桂林的文化界和新闻界当中，针对这篇谬论展开一次大型的讨论，百家争鸣。好，那我们开一个百家争鸣座谈会，桂林的各界人士能邀请到的全部都要请到。刚明，你草拟一份邀请人员的名单，给柯能同志过目。好，名单我就不看了。今天有很多归国的海外华侨去我们中转站，帮我找个记者拍照进行采访。好，那这样吧，大家分头去做吧。各位同仁，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啊，只有一个议题，就是主持《扫荡报》副刊的温江峰先生，在文艺理论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一经面世，首先在重庆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于的主流媒体、抗战文艺、文艺月报等等，都发表了文章对他进行批判。那么，堂堂的《扫荡报》主编温江峰先生，到底写了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引起大家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他在文中写道：有些人一提笔就忘不了抗战，可写出来的都是空洞的抗战八股，什么逻辑嘛？鲁迅先生曾倡导的一个与民众相接近、以革新为指归的文艺创作立场，并不过时啊。文艺，它绝不是脱离了现实，在那里做无病呻吟状。这一点上，诸位都应该清楚。我王鲁彦
有切身体会的。当下的中国，遍布着民族的危亡、耻辱的污烟，哪儿还能找到一片与抗战无关的净土，让文艺家去自娱自恋？各位前辈，前段时间我从延安带回一篇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的署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周扬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大部分的作家生活没有和战争结合，闭门造车，象壁虚构，是创作所生计的。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我们应该组织所有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到前线去。主编。夏总编，我建议把这篇文章在《救亡日报》上转载。这个建议好，我赞同。今天来之前，我刚刚刻了一幅新版画，正好可以用它来糊住这个叫温江峰的嘴。我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桂林人家家户户不必再贴那个老门神了，老门神保佑不了我们，贴我们的抗战英雄吧。我以此话为证，文艺创作离不开抗战。